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今天来和各位分享关于 RTX 3060是否值得升级呢？以及和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一次的升级体验。前阵子2月25日 ，NVIDIA 的 RTX 3060正式解禁，12GB 的 VLAN 选存，170W 的功耗，对标上一代 RTX 2070的图形性能，以及 NVIDIA 为3060特设的防止挖矿策略。相信大家都已经通过各大自媒体评测，都了解得彻彻底底了。所以这一次的视频，我也不会给各位炒冷饭，再次重复关于 RTX 3060的规格和参数分析。如果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，可以参考各大自媒体的评测。而本期视频将会着重在3060是否值得升级，以及如果你想要升级，什么样的升级方式才是最值得的。我也会在这一次的视频分享给各位我的升级方式。有兴趣想要了解的，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视频了哦。相信不少人对于3060的性能以及实际的发售价都会产生一个想法，还是之前的3060 Ti 的首发价更加香。但是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看看现在3060 Ti 的价格，加上目前的货源与需求，你能买到都已经算是可喜可贺了，更别说加价购买这回事。因此已经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看看现在的显卡市场，在挖矿需求如此泛滥，显卡产能又大受影响的情况下，在价格的溢价不怎么高的选择中，3060算是目前首屈一指的好选择了。至少在隔壁 RX 6700 XT 正式发售之前来说，它确实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不过我们都知道，目前3060的单独售价都比其原价高了很多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就不多做说明了。这一次，我通过我的人脉和渠道搞到了一张索泰的 RTX 3060 AMP 白色版，官方公布的售价为2359零吉。当然，我的实际入手价格就不方便透露了，就用这个价格作为标准就好。但是，就算是能够以官方价格入手这张显卡，感觉还是不怎么香啊。所以我搞了一个骚操作。前面我就有提到了，本期的视频是着重在3060的升级体验，既然是升级，自然是要从旧显卡升级上来的嘛。而我自然也是如此。早前有关注我的都知道，我有一张影驰的 GTX 1060白色显卡，当时19年12月以二手价150新币入手，而在21年3月以1200零吉给卖出了，用了1年多不亏，反而多赚了快2倍。最终若以3060的官方售价来算，我从1060升级到3060，只花费了1159零吉。如果我狠心点，连我卖出1060多赚的钱也算进去的话，实际上这张索泰的3060 AMP 白色版，我只花费了1600零吉就买到了，更别说还是用秘密的渠道价购买的，实际价格还要再低那么一点点。另外，我之所以会选择索泰的这一张3060 AMP 白色版，是为了之后的新白色主机做准备。不想错过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显卡是用比较实惠的价格搞到了，那从1060升级到3060，是否值得这笔花费？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了实测环节了。前面也说到，这次是以升级作为体验分享，所以这一次搭配的其他硬件都是针对市场上较多用这1060，并且打算升级的用户所搭配的。CPU 是 AMD Ryzen 5 3600，主板是微星的 B450M 排气炮钛金版。记忆体内存是10圈的 T-Force Delta RGB， 2根 8GB DDR4 3200MHz C16 组成 16GB 双通道。系统盘是微刚 SS8200 Pro 256GB MEMB SSD， 游戏则是放在三星的850 EVO 500GB SSD。电源为 EVGA G3650W 金牌全模组，这是采用开放式平台。显卡自然就是影驰的1060白色版以及索泰的3060白色版。考虑到大部分人其实也不是每天都在跑分，以及3060的理论性能跑分都能够通过网络找到各种数据，所以这一次我就不做理论性能跑分了，直接进行游戏性能对比。并且为了控制 CPU 的性能变量，我将3060锁定在 1.25 伏 4.2 GHz 的频率下进行测试，以保证 CPU 的性能并不影响两张显卡的测试数据。另外，考虑到3060的定位是在 2K 分辨率作为需求，加上日前 2K 144Hz 的电竞屏有着非常高的性价比，
比如我之前评测过的Iligan Bolt 27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因此游戏测试我都会以 1080p 以及 2K 分辨率来进行。首先是全民网游 CSGO， 在全高画质 1080p 的设定下，1060通过测试场景获得了平均280帧，而3060则是平均379帧，多了近100帧的提升幅度。而在 2K 分辨率同样画质下，1060则是获得了240帧的平均帧，3060则是获得了316帧。接着是我最常玩的 Dota 2，在 1080p 最高画质设定下，1060可以跑出平均150帧的表现，而3060也只有平均162帧，提升幅度并不多。接着换成了 2K 分辨率后，1060则因为显卡性能占用达到瓶颈，平均只有102帧的成绩。而3060因为保留了更多的性能占用，在 2K 分辨率下同样还有平均159帧的表现。再来是射击游戏《绝地求生》，画质采用3级制画质设定。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1060能够维持在平均92帧，而3060则是维持在148帧。换到了 2K 分辨率后，1060还能够保持在79帧，3060则是维持在137帧。接着是单机游戏测试，首先是古墓丽影，通过游戏自带的测试场景，1080p 高画质情况下，1060最终获得了平均66帧，而3060则是获得了114帧。而换成了 2K 分辨率后，1060只获得了42帧，而3060则维持在99帧。然后是最终幻想15，同样是通过游戏的测试场景进行。1080p 高画质情况下，1060获得了平均57帧，3060获得了106帧。而换成了 2K 分辨率后，1060只有平均39帧，勉强能达到可玩的水平，而3060是能维持在76帧的。最后一个是显卡杀手赛博朋克2077，由于2077太吃硬件了，为了控制变量，先采用低画质进行测试。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1060勉强能跑到41帧，而3060能够完成75帧。而换到了 2K 分辨率后，1060更是只有可怜的23帧，连流畅游玩都算不上的。3060则是能够保持在62帧，不过3060的占用远远吃不满。之后我再将画质提升到了高画质设定，此时3060在 1080p 分辨率下获得了平均62帧，而 2K 分辨率下也保持在49帧。这时候3060的占用就差不多吃满了。但别忘了还有 DLSS， 我再次通过高画质设定打开了 DLSS 定的模式，这回在 2K 分辨率高画质依然可以保持在平均60帧左右了。总结时间，如果你所游玩的是比较不吃显卡的电竞游戏，那么从1060升级到3060的提升感受可能就没那么高。不过如果是 3A 大作，那么3060不用多说，提升的感受肯定是非常明显的，特别是打算升级到 2K 分辨率屏幕的玩家。而且日前3060 Ti 和3070都几乎买不到的情况下，那我觉得3060还算是有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在 2K 分辨率下还不能够满足144Hz 的性能，但对于一些 3A 单机游戏来说，60帧也算是足够和流畅的了。以及有 DLSS 2.0 的加持，一些游戏要达到144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又或者画质均衡一下也还是能够做得到。当然，如果能搞到溢价不太高的3060 Ti， 甚至是3070，那在你的预算许可之下，这两款当然会是个更好的选择。不过通过这次的测试，另一个影响测试比较多的则是 CPU 性能。虽然是一颗6核心 Zen 2 CPU， 而且已经超频到 4.2 GHz， 但在很多游戏的表现也能看得出 CPU 影响了一些游戏性能表现。因此我认为3060 Ti 或是3070应该搭配更高频率的 Ryzen 5000系列，或是10代的 10600KF 或 i7 以上的 CPU， 而像是 R53600 或 i5-10400F 这类的 CPU， 搭配上3060还算是比较合适的选择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合适自己的显卡。那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点赞、评论、分享支持一下。新观众也希望能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另外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，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，以及付费会员的专属抽奖活动。觉得这一次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，也可以通过 Discord 群组频道的链接，和众多 DIY 发烧友一同交流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， 我们下期影片见。